当亡灵得知13与虎袍因自己被废弃修为，并捏碎全身筋骨扔入黑牢之时，他究竟是什么反应？书接上回，我的2个随从身在何处？此刻，亡灵与那黑甲大汉的距离只剩下10几步。他说着的同时，一连踏出7步。黑甲大汉只感觉亡灵气势在这7步间疯狂的攀升，几乎瞬息便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顶峰。他面色一变，正要准备退后之时，但见亡灵眼露寒芒，直接踏步而起，寂灭指蓦然而出，一指之下，天地动容，整个军营内顿时陷入昏暗之中。而那大汉则是噔噔噔退后数步，身子一晃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跪在了地上。旋即亡灵右手向后隔空一抓，司马炎的身子立刻飞来，被他抓住手中。我的随从在哪儿？你走后半年，他人就失踪了，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亡灵见状也是不再与此人废话，左手双指成剑，蓦然点在了此人眉心之上，搜魂术再一次被施展开来。经过搜索，这1年多司马炎的记忆半点不漏地展现在亡灵眼前。原来在他走后半年，虎袍因不打算继续等待亡灵而私自离开，被司马炎以违反军规为由废掉其全身修为，扔入黑牢。然而他进入黑牢后3个月，却是忽然神秘失踪，即便是司马炎也不知晓去了哪里。至于13，在司马炎出手擒拿虎袍之际，他相助虎袍，但最终却是不敌，被捏碎全身筋骨，本要同样扔入黑牢，却在这时被都统看到，把濒临死亡的13带走。这一幕幕记忆展现在亡灵眼前，亡灵怒极反笑，连连说了3个好字。他眼中寒芒越来越浓，司马炎的身子顿时在其手中砰的一下崩溃，杀了司马炎。亡灵一步之下来到了那黑甲大汉的身前。13在哪儿？在司马炎的记忆中，正是此人带走了濒临死亡的13。这黑甲大汉抬头盯着亡灵回应道：你说的那人可是半年前被司马炎致残的那个蛮子？如果是他，那么你找我也没有用。妖将大人在多年前就下令寻找一些身体强度足够之人，我看到那蛮子后被其疗伤，随后将他送给了妖将大人。你救下13，又把他送给妖将，功过相抵，我不杀你。亡灵神色阴沉，身子向前一踏，直奔妖将所在的古妖城中心宫殿而去。黑甲大汉见状再次说道：妖将大人半年前闭关，一切传送阵都被封死，你若要去，唯有闯宫。闻听此言，亡灵在半空中神识散开，发现古妖城内凡是通向妖将所在之处的传送阵，确实纷纷处于关闭状态。从军营至妖将所在宫殿有6门，若是没有传送阵，便只能一一闯过后才可进入内部。在第6门外，亡灵现出身影，他刚一出现，便有喝声从门下守卫传来：来这止步，速速离开，若再踏出半步，杀无赦。亡灵眼中一片冰寒，他一抹储物袋仙剑立刻飞出，疾驰而去。凡是阻拦他脚步之人，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剑芒。阵阵惨哼之声回荡，亡灵整个人踏在了仙剑之上，直接冲向第6门。但听轰的一声，第6门碎裂。在第6门后与第5门中间的广场有数千妖兵，此刻见得亡灵走近，纷纷退后。亡灵声音平淡开口道：我要见妖将。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声杀吼。亡灵双手掐诀向前一挥，顿时一道飓风漩涡呼啸间弥漫广场之上，硬是从数千妖兵中吹出一条通道。亡灵踏步间来到了第5门之下，他右手掐诀向前一按，砰的一声，第5门崩溃。强大的冲击力使得此门碎片向着4面8方散开。此刻上万妖兵早就知晓了有人闯宫，在5门崩溃的瞬间，这上万妖兵立刻齐声大喝，向着亡灵包围而去。亡灵目光一闪，拿出劲幡，一抖之下，无数劲质化作黑气在他身体外盘旋，借着仙剑剑芒以及劲幡黑气，亡灵一路势如破竹踏步而去。妖将大人，亡灵求见。亡灵的声音徐徐传荡，他相信妖将即便是闭关也一定可以听到，但随着时间的度过，妖将却是没有半点反应。此刻亡灵前后左右尽是妖兵，这一路上他没有主动展开杀戮，但此刻却是不得不杀。面对包围，亡灵拇指抬起，在这一瞬间，方圆100丈之内所有妖兵的身子迅速枯萎。亡灵好似一道电光直奔第4门而去，然后拇指再次抬起按在了4门之上，轰的一声，4门崩溃。展现在亡灵眼前的除了无数妖兵之外，还有一个一头苍发的老者。这老者亡灵不陌生，正是1年多前与管事参军一同去了黑甲军营之人。老者向前一踏，一股磅礴的妖力化作一条巨蟒，张口向着亡灵吞来。既然妖将大人不愿相见，那就莫怪王某展开杀戮了。亡灵指缝内的杀戮灰气立刻散开，他双目内顿时涌现出浓浓的红芒。这一刻，杀戮仙诀被亡灵毫不犹豫地施展开来。他不与那巨蟒缠斗，而是身子一晃，冲入那些妖兵之内。亡灵的法宝仙剑，弯刀劲翻剑鞘，在他四周被神识操控，展开了无穷的杀戮。与这些法宝相比，他的杀戮仙诀更是占据了极大的优势。每杀一人，杀戮仙诀便多出一丝威力。亡灵双目一片杀戮，各种神通法术在其手中不断的幻化而出，阵阵血光染尽天地。他硬是从数万妖兵中杀出一条血路，直奔第3门。而那化作巨蟒的老者，也在刚刚亡灵杀戮期间死在了他的画魔指下。但听轰隆隆的巨响过后，第3门崩溃，崩溃后又有上万妖兵从其内杀出，在这些妖兵之中，还有5个满头苍发的老者。亡灵见状暗叹一声，以他之力走到这里已经是极限。那出来的5个老者，每个人修为都不弱于阴
变后期，他知道自己想要再破开第二门，唯有使用所有神通中威力最大且无限接近下品仙术的最后一招。想到此，亡灵缓缓抬起了右手小指，口中轻吐2个字：黄泉。黄泉指3是杀招中的杀招，即便是司徒南当初传授之时也曾大为犹豫。亡灵举起手指，但见整个天空好似被人一手拨开一般，一副巨大的山水画轴出现。这一指黄泉竟把亡灵的意境神通勾起，旋即瞬间形成一道由灰气幻化而成的黄泉指。与此同时，亡灵身子升空，整个人与那黄泉指相融，紧接着蓦然冲出，直奔第二门而去。那5个因变后期的老者见得这一幕，尽管内心震撼，但仍然咬牙冲出进行阻拦。不过他们还是小看了黄泉指的威力，一指之下，5个老者纷纷口喷鲜血，身子也是不由自主的退后。第二门随之崩溃。此刻第二门内没有妖兵，只是站着一身材矮小之人。在亡灵黄泉指轰过来的这一刻，他仅是坚持了3息后，身子便向后滑去。这一退直接退到了第一门上，他手掌3寸外，亡灵的黄泉指就如同漩涡一般，不断的吸收着他的生机。王统领，我乃妖将大人麾下第一都统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要见妖将。亡灵话音刚落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第一门崩溃。与此同时，这身材矮小之人身子被远远的抛出，在这一瞬间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第一门内踏出，此人直接一拳挥起，迎向亡灵的黄泉指。亡灵立刻感受到一股难以想象之力从前方呼啸而来，在这大力之下，他身子一直退到3丈外才生生止住。好一个直力神通！但听妖将那低沉的声音从亡灵前方传出，他说着的同时，右手向前一拍，顿时10里之内的平地好似真的化成了大海一般，疯狂的呼啸着向亡灵冲去。亡灵冷言问道：13在哪儿？接下本将这事，妖海百浪，你才有资格与我对话。此刻妖海中妖浪一波波涌现，转眼间便达到了30浪。亡灵目光一闪，退后数步。我最后的杀招一旦用出，你必死无疑。哦，那便使出来看看，你若真能杀我，老子心服口服。杀了你，恐怕我在这天妖郡就无法容身了。你且看好，能否抵抗这一击，你自会心知。亡灵不去接那30浪的妖海，而是整个人拔地而起，出现在100丈高空。他双目紧闭，脑中回荡当年在破碎仙界看到了那个巨大的手印。当年亡灵在与红蝶一战，凭着感悟把那一式挥舞而出，但此事却只具虚表，没有任何的攻击之力。不过此招却是几乎无人能看透，毕竟其出现之时气势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思议的程度。亡灵脑中那巨大的手印渐渐凝实，这一刻他猛地睁开双眼看向大地，他忽然有种好似俯视苍生般的感觉，一掌按下，顿时天空一暗，各种奇异之气从4面8方凝聚而来，在亡灵身下瞬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掌印。妖将身体巨震，他眼前所见整个世界都被这掌印取代，一股无法战胜、无法抵抗，甚至无法闪躲的感觉在其心中蓦然而起。妖将身子不受控制的颤抖，还未等他来得及反应之时，掌印已从他的身体上一扫而过。妖将一怔，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生死刹那过后那不由自控的余悸。亡灵从半空落下，平淡的说道：你已经死了。妖将脸色复杂，看着亡灵，内心升起一丝疑惑。这是什么神通？此招无名，这一招你尚未学全。闻听此言，亡灵神色没有半点变化，他只说了一句：你可以再尝试一下。妖将见状，面色阴晴不定。他虽说怀疑，但想起刚才那一幕生死的刹那，却是不敢去赌。一旦此事为真，那么将是生死。13在哪儿？我修炼法宝需要18个身体强度足够之人炼化，此次闭关本就是要炼化这18人。你随从13还在后面，尚未炼化。你找我来要人，我念在你是统领，可以还你，但你杀我数万妖兵，毁我10里城阁，此事不能轻易接过。听得妖将回答，亡灵说道：你要如何？3个月后，我要回天妖郡京都天妖城述职，届时各地妖将中会有一场比斗，你若答应助我，那么杀我妖兵之事，我便不再追究。听得此话，亡灵沉吟少许，点了点头。妖将哈哈一笑，这一笑间便把之前的一切不快一扫而空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便是我左翼妖将的第1副将。若我此番在京都进入妖将前3，我便帮你向妖帝索要将位。他说着，右手虚空一抓，13的身子幻化而出，落在了亡灵身前。亡灵神识一扫，发现13体内没有半点伤势，他将其带起，消失在了天际。数日后，亡灵带着13从古妖城回到了炼魂部落，在正中心的山谷内，此刻13正一脸激动的单膝跪在亡灵身前。亡灵抬头看了眼，他当年之所以带着虎袍与13一起去古妖城，其主要目的便是考验，若是他2人考验合格，亡灵将会传授新的神通。在这1年来，13出色的完成了考验，亡灵能感觉到此人对自己最起码在数十年之内都会忠心耿耿。但见他手中取出一枚青色的玉简，扔给了13，这是之前他击杀巨魔族老祖后所得到的一份神通，名为巨灵九修。13激动地接过玉简，重重地磕了几个头，沉声道：老祖，13死生，只听您一人之命。